Gibson 的 J45，它是50S，这个之前也是在动态里面稍微的炫耀了一波的一把琴，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把自己的 Gibson。之前深圳的 Gibson 专卖店开业的时候，大概是3月份的时候吧，就里面的琴真的是非常多，也有非常多的贵的琴。当时暂时是还没有音箱啊那些东西，所以说电吉他的话，也就是摸一摸，就是感受的更加深刻的就是木吉他。然后我们把当时看上去觉得好看，然后自己又想了解的一些琴款呢，就试了一下。当时的 vlog 拍的也不怎么好，所以就没有把它剪出来。当时我们试了还是挺多款的，其中有一款印象非常深刻的 J45的豪华款云杉玫瑰木的一个配置。我跟 AYE 两个人就是像这种感觉哈，你比如说你按个 C 和弦就。我靠！当时没有拍下来这一幕，非常像两个没什么见识的人突然间打开了眼界一样。就是我们对那款琴、那把琴的整体的感受是非常来味道的。比它更贵的一些，比如说像 SJ200啊这些4、5万的这些琴，反而没有像那把琴给我们来的那么惊艳。当然那种也很好，那款琴也是价格也是稍微还是比较高一点嘛。最后也是缘分使然选择到了这款50S 的 J45。之前有借一把易卜峰的 Slash 的 J45，本来是想跟它做一个对比的那种测评的视频嘛。但是就是我自己试过之后，我觉得可能这个视频做出来的效果可能不是会很好，大家可能会不太感兴趣，所以就没做了。价格差4倍，结果就是音色上我觉得有3倍的差距。特别是你录音进棚里面录音，你在这种客厅的环境里面这样弹还不那么明显，你一进棚里面那个非常干净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你一弹那个差距就非常大。总的来说就没给大家试听了，在视频里面都有使用吧。我自己的这把琴的话，我是有单独去做一些非常纯净的吉他弹唱的版本的，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。易卜峰的那一把的话 J45，它比这把琴要重非常多，大家可以看我这样提非常轻松。这把琴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 Slash 的那个情景，因为是签名款，所以它设计的是 Slash 的这种定制款的，类似于有点像 V 型或者是 Super V。那我自己的话不是很喜欢那个形状啦。对于黑色的琴，大家都知道很沾指纹啊，很沾灰啊，这个的确就是我每次弹完一首歌之后，它整个这个背面呢，这个琴颈的后面就直接包浆了。包括像我手摸的这些地方，还有手搭的这些地方，还有下边的这个地方，它都会有那种应该叫做垢，已经不是叫做指纹了，还得用点功夫去擦。之前我是看中 J180，我是觉得很喜欢它整体的一个外形，因为那颜值真的是太高了，但是涨价真的很离谱。我最开始看那把琴的时候，当时还是1.8万，然后现在多少钱？大家自己去搜一下哈，就是理财产品。然后现在我已经不太配了。这把琴呢，给我的感觉的话呢，依然是和它的外观和它的整体的琴的那种定义也是比较的贴合，它也是那种比较复古的一种音色取向。它跟 Standard 的区别，网上也有非常多了，大家可以去细细的听，细细去看一些那些博主们说。那对于我自己的演奏弹奏下来的话呢 ，Standard 的声音会比它更加的清新，然后亮丽一些。它中频比较强，然后音头会比较强一些，所以它弹一些偏 old school 的一些东西，如果你是弹一些布鲁斯啊什么之类的那种，就非常合适它的声音。当然了，这个不是说它只能弹布鲁斯，或者说它弹流行歌就不好听，它的音色这些东西都是完全没有话说的，只是我们要去拿它跟 Standard 做一个音色的横向的对比，我们硬要说出来它们音色之间的区别和取向，会是这么说而已。我当时拿出来的时候，我不是调完音之后弹嘛，就是哇，就弹着你停不下来，就不知道自己弹了那么久。然后 AYE 就走过来说：“我第一次觉得你弹琴不难听。”这个真的不是一句夸张的话啊，弹劈了，弹呲了，它都是一种美丽的那种韵味，这可能就是这种贵琴的优势吧。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喜欢这款琴吧，就是有这么多的优点。